有人说，联合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正在无可避免地经历僵化衰落。这样的命运似乎同美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联合国都似乎沦为了美国霸权压服世界的有力工具之一，而最终所要达成的目的都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大家看来，联合国完全就是美国输出攻击的主场。但是最近这一局面却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这一次在联合国上，中国上演了一出反击大战。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指责中国在南海的霸凌行为，随后遭到了中方的强硬回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带兵大使予以强烈谴责。布林肯的这番话完全是无中生有。其次，谁都清楚，美国本身才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近段时间，美国集结众多盟友奔赴南海，试图搅混南海局势。先是英国派遣浩浩荡荡的航母舰队来到南海挑衅，甚至还意图闯入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尽管在中国看来，这一航母舰队战力低下，所谓的示威也不过是就政治意味浓厚的表面功夫，但是英国舰队的这一行为仍然是触犯了中国的底线。随后，德国、法国等也相继加入到这一挑衅队伍。美国自以为集结这么多盟友就能够压服中国，但是他们忽略了重要的一件事：中国已经不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关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而这一次却不同。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声斥责美国等国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南海局势紧张的行为，并正告这些域外势力不要再将触手伸进南海。可以说，这样的回击力度前所未有。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联合国局面逆转，成为了中国输出的主场。当然，这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面对挑衅的回击姿态愈发强硬，来南海滋事的美英法德一个都跑不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中国就南海问题同美国在联合国交锋，也仅仅只是开始。由这一场反击掀起的风暴将是巨大的。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未来类似的场面还多着呢，大戏还在后头。美国等国挑衅完中国，还可以相安无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南海不容挑衅，中国的主权尊严不容挑衅。随着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插手中国内政，台海两岸关系早已是愈加紧张。特别是近来岛内频频搞小动作、搞军事部署等行为，更是让两岸关系更是变得岌岌可危。在这种时候，岛内再次显露2大信息，让人直接看清了岛内其实早已有意一战。首先，第一条消息，岛内中时新闻网直接用大陆研制039型潜艇，台湾就是头号目标为标题，发布了一篇文章。文章援引了所谓专家说的话，表示大陆研究的新型039地形潜艇，从相关设计上来说，就是为了准备数十年的武力统一，并且因为多潜望塔、通风口和通水孔的改变来看，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潜艇能够更好的在沿海潜水区域活动。以此来看，大陆研制的039型潜艇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台岛。其次，第二条消息，就在几天前，美国拜登政府首次对台军售合同尘埃落定了，40辆 M109A6 自行榴弹炮以及一切精准制导套件等，总共价值7.5亿美元的军备。当时还有台媒在那里叫嚣，这些装备有多厉害，能够防止解放军统一什么的。这虽然是拜登政府的首次军售合同，但光是从2020年5月起到如今，美国总共向台售卖了7笔军备，总价已经达到了400多亿人民币。甚至此前台岛还在叫嚣，已经和美国达成了另一项军售合同，采购了电子吊舱、鱼雷导弹，并且要把这些导弹用来针对解放军。岛内如此动作不断，却不知道其实早已露了底。毕竟光是这2大消息，我们就能看出岛内现在已经开始明明白白的渲染大陆武力威胁了，并且还鼓吹所谓的自卫战术，试图挟洋自重，以武拒统。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岛内和美国进行军事互动已经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的 F-16秘密飞往美国，到派出将领前往美国参与所谓的美台防卫会议，以及在不久之后就会进行的汉光军演等。如果再加上美国一再对台做的各种释放错误信号的动作，都很明白的显示了，虽然实力和大陆差距很大，但是岛内已经被美国勾连的野心越来越大，甚至或许早已有意一战。岛内如今想方设法走美国路线，炒作威胁论，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野心。可惜错误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解放军对待台岛的态度一直以来都很明确，只要不搞什么独立、什么分裂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军也愿意给予一些宽容，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如若非要反着来，那就是在纯粹作死了。解放军将绝对不会允许，也必然会施以重压，因为台岛永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绝不允许被破坏的底线。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在8月10号宣布，因为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多次交涉明知故犯，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地区的名义设立代表处，这是对中立国建交公报精神的公然违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对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并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毫无疑问，这是在以美国为首频繁干预台海问题后，中国率先开出的第一枪。这既是惩罚，也是杀一儆百。要知道的是，将中国大使召回并要求对方撤销大使，足以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上一次还是在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当时中国的策略比较委婉，只是对外宣称驻美大使李道瑜将奉命回国述职，时间为4个月。但实际上，在美国公开承诺遵守一中原则后，李道瑜就返回了美国。不过这里可能有些人会产生一些疑惑，毕竟立陶宛又不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太密切，而且立陶宛的安全也完全依赖于美国，本身国家也小，经济比较富裕。那现在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即就算立陶宛支持台湾，也能活得好好的呢？就目前来看的话，召回大使只是一个严重的警告，立陶宛要觉得这个警告不够严重的话，那中国也可以给他们来点硬的，而且都不需要自身介入其中。当前因为白俄罗斯的核电厂位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附近，而且会有很多难民从白俄罗斯进入立陶宛，所以立白两国现在闹得不可开交。这两个国家共有680公里长的边界，两国之间首都的直线距离更是只有30公里。如立陶宛一再执迷不悟的话，那我们可以低价向白俄罗斯出售高性能火箭炮和其他武器。一旦立白两国发生战事，那俄罗斯必然是要介入其中的。届时，立陶宛夹在中美俄3国的交锋之中，就像是一叶孤舟，随时可能翻船。不得不说，立陶宛当局这次真的有点昏头了。据统计，在2021年1月到4月，中国大陆与立陶宛的双边贸易额为80457.0万美元，而同期立陶宛与台湾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只有仅仅的4590.5万美元，孰轻孰重他们都分不清。那召回大使必然只是中国初步的反制。央视报道，俄罗斯军人在中国学习使用08式轮式战车，包括步兵战车和突击炮等多款车型。这是中俄两军在中国举行西部2021联合军演。这次演习在8月9号到8月13号举行，中俄两国共投入13000军人，投入400多件装备，而俄罗斯军人是使用中国提供的装备进行演习，说明中俄两军的互相友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时，美国正在举行号称40年以内最大规模的演习，代号为2021大规模演习。整个演习横跨17个时区，共有6大舰队、3个海军陆战队远征群，共计2.5万人参与。演习跨度几乎从西到东，包围着中国和俄罗斯。这次中俄的陆地上的军演也是一次对美国的示威。中俄这 1.3 万联军的威慑力不比美军 2.5 万人要差。俄罗斯这次来中国学习使用08式轮式战车，主要是俄罗斯现在要发展回旋镖系列轮式战车，它与中国08式轮式战车设计思路基本相似，采用车头侧置发动机，中部装不同类型的炮塔，车尾作为成员舱或者弹药舱。俄罗斯以前使用的 BRT-7080 却是后置发动机，中间是成员舱，车门在两侧打开，而且空间狭小。两种战车的技术水平和操作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因此俄罗斯这次来中国体验一下世界主流的轮式战车的操控和使用，作为未来深度发展回旋镖系列轮式战车重要参考。俄罗斯陆地上的主要敌人是在西部的北约联军，现在俄罗斯使用以履带装备为主的重装甲部队作为对抗核心力量。不过履带装备使用成本比轮式装备高，而且履带装备大范围机动，需要平板拖车，严重制约它的作战灵活性。根据美国陆军曾经统计过，同等规模的 M1A2 坦克和 M2 步战车组成的履带装备部队维护和演习成本比斯特莱克系列轮式装甲车部队高3倍。欧洲地区地势平坦，公路发达，非常利于轮式装备部队大范围机动。而这次中俄联合军演正好给俄罗斯一次特别机会，熟悉轮式战车的使用和战法。中国08式轮式装甲车主要是装备在中型合成旅，这种旅清一色轮式装备，包括步战车、突击炮、自行火炮、防空炮以及各类指挥支援车辆，都是08式轮式装甲车的家族。中型旅作战灵活，战术和战略机动能力远高于重装甲重火力的履带式重型合成旅，而俄罗斯基本上是以履带式装甲力量为主。
对于轮式为主的中型旅方面，无论是装备和战术方面都很欠缺。所以这次俄罗斯不但学习中国08式装甲车的使用和操作，更要在指挥层面学习中国如何应用轮式装甲装备，为未来轮式装甲力量组建做准备。中俄两国在应对美国方面已经非常默契，在海上，中国就举行创纪录的大面积海域联合海上演习；在陆地上，中俄两国联合演习。近期，俄罗斯装备核鱼雷的新型核潜艇下水，中国和俄罗斯在海陆空不同层面，在各个疆域内向美国反向施压。难怪也有国际军事观察人士评论道，如果不想同时和中俄两个大国硬碰硬，那就要敬畏他们。高级军官在2021大规模演习，称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两个大国的挑战。在陆地上，美国为首的北约联军能否应对俄罗斯的装甲洪流都是个问题。未来，俄罗斯陆军还有中国元素的轮式战车部队，北约联军更是压力山大。